大家好，我是熊王，欢迎去看熊王的快乐生活。今天的天气特别好，蓝天白云。我们打算坐火车去纽约的时代广场玩一圈，然后品尝一下那边的美食。请大家跟随我的目光一起看一看，在美国大农村去纽约进城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方式。火车慢慢开进站台，看着还挺有仪式感的。美国的火车不像国内高铁那么快，但是非常平稳舒服。很多纽约上班族每天都是这样往返纽约和康州，一路上看看窗外的风景，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就到了纽约了。终于到了，这里就是纽约最著名的 Grand Central， 很多的电影电视剧都在这里取景。一抬头就是著名的星座天花板，整个大厅特别高，非常漂亮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经过。大厅中央最有名的就是这座四面钟，很多纽约人都会约在这里见面。现在已经到了 Grand Central， 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打卡的地方吧。楼上这个是 Apple 的苹果店，那么楼下呢有各式各样的，往下走有各式各样的小吃。刚才我们下去已经大概走了一下。这个是到了 Grand Central 的火车站，这是它的大厅。然后上2楼的时候呢，这个地方是他卖 Apple 的苹果店，还是有很多人的。无论经济怎么的发展，对 Apple 店是没有任何的经济影响。我们一会儿下去到看下面的一些卖各种小吃的摊位去看一下。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坐过火车来纽约了，记得上一次来的时候还是孩子很小的时候，估计是大概15年前了。因为每次来纽约城里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坐车来。看一下它的大厅，今天是星期天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，人不是特别多。这个楼下是售票大厅，中间这个是 Information Center，楼上这边有一个小的餐馆。这个每个地方都是它的 tunnel， 比如说你要去什么地方，它会告诉你是坐10几号、24号、23号还是18号，这个地方就直接可以坐火车。现在到了楼下，这个地方都是卖各种小吃的地方，卖饮料的地方。我们大概就看一眼就走了，去下一个地方。从火车站下来之后呢，如果你要换乘地铁，这个就是到不同的地铁站，那它上面有个标记嘛，就是 Subway 4567S 什么之类的，42街。这个就是大家比较 popular 一个叫 Grand Central Market， 这里有人在弹奏音乐。我们下去看一眼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各种小吃还是比较多的，各种火腿。这是什么？卖各种奶酪的地方。这是卖各种香料的地方，浓郁的味道。这个地方是卖什么的？也是卖各种肉类的。我可以看一下。这种牛排是14块9毛9磅，这个是什么？35块9毛9，这个是羊排。看这种肠比较特别哈，这是叫什么肠？盘起来的这种肠。这个是各种的甜点 cookies， 所以说有大把时间的时候，可以像这种小店里慢慢的走一走、逛一逛，感受一下不同的文化，也是挺好的一种感受。现在从地铁站出来，我们走到42街，然后我们大概走路9分钟左右。我们现在去图书馆看一看。这是街头卖吃的小 truck，
这种街头小吃的摊位是它的街景的一个特色吧。熙熙攘攘的人群，你感觉到夏天终于来了。美东的冬天时间真的是太长了，大概有半年的时间。走在纽约街头的时候，突然看到这样的三轮车，一下子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北京胡同里的三轮车。以前在北京，很多三轮车都是拉人拉货，慢悠悠地穿梭在胡同里，充满了生活气息。没想到在纽约也能看到这样的三轮车，不过这里主要是在游客观光，车夫骑着车，慢慢带着游客穿梭在曼哈顿的大街小巷。同样是三轮车，却承载着完全不同的城市文化。看到这一幕，又有一种熟悉又新鲜的感觉。看一下纽约街头的警察帅不帅？我们现在到了第5大道，看一下这橱窗，很诱人，是不是？到了哈，典型的标志是2个大狮子啊，大狮子左右2对称。我们过一阵子找一个机会去 Boston， 因为我们在 Boston 住的时间比较久。那个地方有个 Museum of Art， 是我比较喜欢的地方之一。太热了，我还是进去凉快一下吧。走着走着，我们就来到了纽约最著名的图书馆——纽约公共图书馆。这座图书馆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，是纽约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，也是很多电影和电视剧的取景地。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读者来这里参观。图书馆的对面有一个 Starbucks， 我们现在过去买1-2杯冰饮，然后接着溜。天气太热了，哎呀，点了2杯，坐下下来凉快一会儿，然后我们接着再走。现在已经进了图书馆，室内凉快了很多，大概就看一眼吧。下他们的展览，这个比较特殊，最古老的打字机。大概快速的在里面绕了一圈，感受一下它的历史。这个就是它的书店，这是2楼的场景，2楼人不是太多。看一下，这是从刚才入口来的地方，入口和出口都要安检。小心看着楼底下台阶。我想在这里面大概我还要待一小会儿，因为外面太热了。转一会儿之后，一会儿我们找一个好吃的餐馆，先去吃点东西。刚才买了2杯 Starbucks 的饮料，先喝了一下。今天的温度刚才达到了最高是89度，太热了。继续往前走，就来到了纽约最著名的第5大道。这里可以说是很多女生最喜欢逛的一条街，也是纽约最繁华、最有代表性的购物街之一。街道两旁聚集了很多世界顶级品牌，像 LV、Tiffany 等奢侈品牌都能在这里看到。即使不买东西，光是看看橱窗设计也是一种享受。每一家店都会花心思布置橱窗。现在来到了纽约著名的洛克菲勒中心，这里位于曼哈顿中城，是纽约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。这里最出名就是每年圣诞节那棵巨大的圣诞树和室外滑冰场，很多电影都能看到这里的画面。虽然现在不是圣诞节，但是依然非常热闹，周围高楼林立，
游客很多，充满了纽约曼哈顿独有的都市氛围。来到纽约，如果时间充裕的话，这里绝对值得停下来走一走，拍一拍，感受一下这座城市里的经典魅力。现在我们去鼎泰丰吃小笼包，外面太热了，现在是又饿又热呀。刚才进去之后，他说我们要等1到1个半小时，所以跟他留下了 information， 我们到外面再转一下，过一会儿再回来。这个就是鼎泰丰的他们的招牌，它这个是在1958年在台北设立的新建立的这样一个餐馆，它的主要招牌菜就是小笼包。那它的小笼包呢，它的皮是5克，内馅是16克，它真的是做到了皮薄如纸的状态。现在刚吃完饭走出来之后发现，天还没有完全黑，所以现在出来稍微溜一下。出来之后马上就是说我们往时代广场去走。吃完饭出来一看，天还没有完全黑，我们继续朝时代广场走去。还没走近，就已经看到远处巨大的广告屏。终于来到了时代广场，这里真的是越晚越热闹，灯火通明，人山人海，各种广告屏不停闪烁，整个广场像白天一样亮。最吸引我的还是街头表演，街舞、音乐，各种艺人轮番上场，很多游客都围成一圈观看，现场气氛特别好。著名的红楼梯上坐满了拍照打卡的游客，这就是纽约最经典的画面。今天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画面，很多人穿着这种黄色的球衣，还有巴西国旗，到处都是足球的气氛。后来才知道附近正在举行国际足球赛相关的活动，所以整个时代广场比平时更加的热闹。警察还封闭了一部分道路，现场特别有节日气氛。走在纽约的街头，看着灯火辉煌的夜景，真的会让人感觉这就是大家印象中的纽约。白天的曼哈顿繁忙，晚上的曼哈顿又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。现在我们是在时代广场，吃完饭以后出来走走。现在的夜景是最美的时候，天没有完全黑下来，然后呢就是行人非常多，有各种各样的小商小贩，就感觉像在北京的那王府井的感觉。现在是华灯初上，夜景是最美最美的时候。现在的行人非常多，因为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，因为它这个足球在美国、墨西哥还有一个国家，3个国家同时举行。不知不觉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夜晚的时代广场依然灯火通明，人群熙熙攘攘，街头表演，巨大的广告屏，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，把这里变成了纽约最热闹的地方。站在这里真的会感觉到纽约这座城市独特的活力。逛了这么久了，也该回家了。我们慢慢往火车站方向走，准备搭乘火车返回康州。坐在回程的火车上，看着窗外的夜景，回想今天一天，从中央车站、第5大道到时代广场，每一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感觉。虽然只是短暂的半天多一点，却收获了很多美好的回忆。纽约就是这样一座城市，每次来都会有新的发现，每次离开又会期待下一次再来。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美国生活记录和旅游分享，记得点赞订阅熊王的 Happy Life。 下一期我还会带着大家继续探索纽约更多好吃好玩值得打卡的地方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订阅评论转发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会。